今天我要用芋头和高丽菜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你们知道吗？高丽菜肉卷在韩国是非常受欢迎的料理之一。这道菜最初是由韩国传统的泡菜演变而来的。泡菜是韩国的料理文化代表之一。后来人们将泡菜和猪肉卷在一起，高丽菜肉卷就逐渐成为了一道受欢迎的料理。为了让大家能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料理，我特地选择了高丽菜肉卷作为这次的食谱主题。做菜前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现在频道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、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那么记得要订阅这个频道哦，订阅是免费的，并且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用芋头和高丽菜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00克的芋头，把芋头削皮，把芋头切一半，再切一半，把芋头切片，把芋头放入碗中，来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一杯水，把芋头放进电锅里面蒸。香菇这朵是大朵的，准备一个。把香菇角切下来，香菇角切片，把香菇角切条，把香菇角切碎，把香菇切片，把香菇切碎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个杏鲍菇，把杏鲍菇用手剥成细丝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口感。把杏鲍菇切碎，这样子切起来就很像素肉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准备3片小麦素肉片，大家可以到素食材料行买这种小麦素肉片。倒入热水让它软化，盖上盖子，这样子会比较快。准备1颗芹菜，把芹菜的叶子拔掉，放点芹菜进来可以增香，或者放香菜也可以。把芹菜的根部去掉，不要。把芹菜切碎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小麦素肉片泡软了，把它挤干水分。把小麦素肉片撕成小片一点，放进搅碎机里面，来搅碎，打碎了，像这样子。高丽菜最近很便宜，之所以便宜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高丽菜是一种非常容易生长的蔬菜，它可以在许多地方种植，因此生产量非常高。其次，高丽菜的收成时间相对较短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丰收，这也使得价格较为便宜。高丽菜每一片都洗干净了，高丽菜下面的梗比较粗，先切掉一部分。高丽菜的梗切平之后，这里也要给它修薄一点。高丽菜的梗把它切碎，把高丽菜的梗放入盘中，准备1束水莲。我已经把水莲洗干净了，放入碗中，放入1茶匙盐，让它软化，稍微搓揉一下。放在旁边，让它慢慢软化。芋头蒸熟了，放入大碗中来压成泥。芋头都压成泥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打好的小麦素肉片先放进来炒香。小麦素肉片给它炒香。没有小麦素肉片的朋友，可以用大豆素肉末。就是一个是豆类的味道，一个是麦的香味。有点微黄了，现在放入香菇，快速翻炒。香菇有一点变软了，现在放入杏鲍菇，继续翻炒。这时候如果觉得有一点干，可以加点油进来，从锅边淋入，油顺着锅边流下来，它就会变热了。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高丽菜梗，
继续翻炒，拌炒均匀。现在来调味，盐半茶匙，胡椒粉1/4茶匙，糖1/4茶匙，五香粉1茶匙，酱油1茶匙。快速的翻炒，把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现在放入芹菜，快速翻炒。现在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这馅料已经很香了。把炒好的馅料放进芋泥里面，现在把所有食材混合均匀。已经混合均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来烫高丽菜，跟大家插播一下，感谢 Surfshark 赞助这次的影片。Surfshark VPN 是一个虚拟私人网络，提供一个安全隐私的网络环境，让用户可以匿名上网，避免网络监控和追踪。在台湾，有些影片和电视节目是受到地区限制的，因此你就无法在台湾观看。这些内容可能包括 Netflix、HBO、BBC iPlayer 等等的。使用 Surfshark VPN， 你就可以轻松的绕过这些地区限制，并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这些台湾受限制的影片。那现在就立即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输入优惠代码 QISTIN， 取得独家优惠，外加额外3个月免费。如果不满意，30天内保证退款。来试试看吧。先来煮一锅水，水滚了，加入点油，把高丽菜慢慢的放进来。让它泡在热水里面，这过程大概烫45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只要感觉到这里可以弯曲，可以包得起来，够软就可以了。差不多了，可以取出来。高丽菜放凉了，取一片来包。取适量的馅料。把它捏成圆形，稍微固定一下形状，放上来，再捏成一个长条形，可以来包了。高丽菜是一种非常营养丰富的蔬菜，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。不过便宜并不等于品质差。高丽菜在中医上被誉为具有清热解毒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水莲也腌软了。取一条，而现代研究也发现，高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钙、钾、镁等等的营养素，具有抗氧化、增强免疫力等等多种健康益处。因此，高丽菜不仅价格实惠，营养价值也相当高。用高丽菜做出美味又营养的菜肴，既可以照顾身体健康，又能省下不少的开支。如今，高丽菜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蔬菜之一，相信它也会成为你料理中的常客。所以今天我特别选择高丽菜作为材料，做出美味又营养的高丽菜肉卷，让大家也能感受到高丽菜的魅力。锅内放入300cc 的水，放入半条的昆布，把水煮滚，让它有点昆布的味道。再加点油，1汤匙酱油，胡椒盐适量，把所有调味料搅拌均匀。滚了之后转小火，让它继续煮，把昆布味道煮出来，会比较鲜。我大概煮了5分钟左右，现在可以转中火，缓缓的放入太白粉水，把它调成一个浓稠的酱汁。这时候可以试试看味道，依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。已经很清甜了，不用再加盐。我刚刚又再转小火，让它继续再煮5分钟。现在可以把昆布先夹起来，把高丽菜卷放进来，转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煨煮。可以把酱汁推到高丽菜的表面，让它吸收到酱汁。我大概煨煮了7分钟左右。可以关火起锅。
来试吃高丽菜肉卷。这次卷的比较大卷一点，这样子吃起来就很有饱足感，就是很过瘾的感觉。高丽菜好脆哦，咬到馅料，满满的芋头香，这次以芋头为主，很好吃，很有水分哦。我喜欢小麦素肉片，比较不会有豆腥味，只要泡1、2次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大豆素肉末，因为它有豆腥味，所以我都必须要烫到4、5次以上才比较没有味道。很绵密的馅料，我觉得五香粉可以再重一点，就会更香。不过这样已经是蛮好吃了，清淡清淡这样子，再搭配酱汁，很香，清爽的下饭菜。好吃。台湾的高丽菜就是很清甜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有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和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脆脆绵绵的，很多种层次的口感。